千玺的成功道路是无法复制的。对，个人经验无法复制，这个是非常对的。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现在还处于说把专业能力做好的阶段。千玺你好，我是新华社记者曲萌。你好。其实你挺喜欢记录的，最近有拍什么吗？基本就是喜欢在剧组里面用相机拍一拍剧组的生活，我们休息的时候那些碎片的小记录吧。你觉得用这种记录的方式可以给你的诠释角色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它其实能让我更好的回到我自己的这个视角里，这种安静的记录其实算是一种保护。那最近有没有时间去捏泥巴？前段时间休息了一小会儿，又重新拿起来一点儿。这就是你的个人爱好是吗？对，算是爱好。它会比一开始想象的花的时间成本也要更多。捏一天，实际上它要晾干个1个多星期，然后再进第一次烧，然后再放出来，也要差不多3、4天，再进第2次再出来，所以这么一下一波，基本就半个月就过去了。所以能烧一次，都很庆幸了。在11年前，2013年，你以艺人的身份正式出道了。在这10年当中，你怎么来感受你自己的成长以及变化呢？10年的成长，对，前5年到18年的时候，基本工作重心都在舞台上，然后18年接触了演戏之后，更多的工作重心就在剧组里面，就在角色上面。转折点基本就是考上中戏之后，上大学踏踏实实上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决定安安心心做好演员的工作。你怎么来看待演员？一个好演员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挺多标准的，后期的专业能力，天生的前期的这种敏锐度、感知度，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然后在职业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对职业要有心理的敬重，同时也要有一点肌肉感，可能有一点声量之后，会需要对社会有这样的责任心，有任何一样都不用。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现在还处于说把专业能力做好的阶段。我最大的愿望，希望我能不让我自己失望。大家好，我叫易烊千玺，今年12岁，我来自湖南怀化。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街舞，爵士、拉丁、蒙古舞、变脸。慢慢成长，你必须拿自己实力去说话。以后想做演员。我是2018级戏剧影视表演本科班的易烊千玺。总结起来就是用作品说话。在此前的采访当中你也说过，其实不想被大家定义为偶像。对。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艺人、偶像、演员？的确，演员的工作需要更向内找，整个人的气场更沉下来。我觉得可能是我天生的性格原因，可能会更偏向这种沉下来打磨的这样的工作氛围。那艺人或者唱跳歌手这种台前的，他可能更多的有靠公司团队的外在的一些包装或者说更靠近台前的这样的工作。那其实我会更喜欢扎根的这样的工作。但有人也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标签。标签其实只不过是帮你做一个自己的定位，它不会完全的盖过你这个人，但是你的工作的重心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你觉得演员更适合你？我会更喜欢，我在里面会更过瘾吧，享受。对，更享受。在少年的你
送你一朵小红花，奇迹梦小孩，你适应了经历各种各样挑战的这种少年角色，都是展现了这种青春成长的不同人物故事。你如何去深入体会这些小人物的角色？你以前那5年，可能你经历的一些内在情感，好像终于有一个出口能够展现出来。你好，我叫韦一航，要不要看看我的脑部肿瘤切片啊？什么没你闭嘴！不是你打不1900呢？就全狗狗听。老子不干了！你们统统就不要让我当兵！行，老子走。我觉得那些少年角色其实共通的地方都是那些普遍的年轻人困境里的挣扎，大家在找自己的出路，大家怎么样学会更爱自己，其实都是很淳朴的人性的本色。只不过外在的角色形象需要在剧作里面得到一些张力，他做的一些外化的调整，但其实内在都挺相同的。其实，在现在影视圈当中，有一个职业比较特殊，演员指导。你会带演员指导进组吗？我在12时辰的时候有，一开始也找了一个中戏的老师，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老师会帮你提出来某些话的潜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引导你的这场戏的前因后果，然后跟别的演员怎么去配合。后来慢慢就觉得好像自己能上道了，对，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做。春天先小北一次，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你怕失去他？打仗去。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也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你作为一名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你怎么来理解这句话？我们年轻人其实就是生在这个时代，长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感，其实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单单是记录他们，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去推动和引领这些。其实以前刚演前2部戏的时候，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的。后来演的多了，你会发现，《少年的你》、《小红花》、《奇迹》、《长津湖》，还有《满江红》，它多少都会对社会、对人文、对大众的情绪有一些影响。当你发现有这些比较正面的反馈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哎呦，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份责任的必要性在身上。对，所以就是希望心有余，然后力气也有的时候，能多做一点这样的好作品。作为00后的这个青年演员，您认为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这个身上又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我们就是成长在一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我们的视野会宽广很多，我们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但是多了太多之后，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有点难以分辨。我觉得跟老演员相比也是有利有弊吧。我们的确眼里的选择多了很多，但是当目光放到别的地方太长时间的时候，可能在自己身上往下扎根的那个精力的确会被稀释掉一些。在你的表演当中，是否融入了你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独特的视角？有，我有，也经常会有老演员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孩子演戏的表演审美跟他们那会儿就很不一样。有一些我们中间的表演的处理、表演的思考，他们也会觉得很新奇。我觉得其实更主要的还是让大家觉得，就还是那些很朴素的、很淳朴的那些
人物情感，给大家传递那种情绪价值，让大家在电影院里面跟我相处的这2、3个小时，能有情感上的共鸣。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少年的你》。易烊千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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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易烊千玺！很多人都说，千玺的成功道路是无法复制的。对，个人经验无法复制，这个是非常对的。对，尤其在文艺创作这一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社会经验。的确，我们年轻出道都是比较幸运的，我们不用花更多的精力在去做选择上面，我们总会有一些被推到某一个节点的被选择的阶段，因为这些事情对别人来说已经可遇不可求，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有时候拿住了是好事儿，拿不住它就是双刃剑吧。现在大家都说是快节奏的生活，快餐文化，大家可能就是5分钟看一部电影哈，就讲解电影那种，你看过没有？看过。对，你怎么来看待这种快餐文化？真正的内容肯定不会被短短2、3分钟几句话讲出来，真正严肃的那些东西，还是需要亲身的时间的去相处。它的确能满足那些快速看一部电影的需求的观众。其实，在这样的快节奏文化里面，选择沉下来的做内容的创作者和这样的作品，反而我是觉得更珍贵，也更难得。就是大家还是在坚持一些东西，只不过说，对现在的创作者，又要做能被时间留住的作品，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但是又要符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传播，这样的观众的心理模式，会是我们未来需要去处理的命题。所以你会去顺应这种趋势，去改变你自己的文艺创作的方向和方法吗？多少会有影响，这件事儿已经成了很多创作者不得不考虑的硬性问题。对，那就是时代在变，所有人都要跟着变。但这个就会跟沉下心来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一部好的作品，有点相悖了。基调还是要沉下来，就是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会内容沉下来的东西。只不过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可能传播上或者宣发上，这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些问题，需要去适应时代。你现在觉得整个演艺圈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觉得这2年对年轻创作者的成长的平台越来越多。现在年轻创作者的基数越来越大，年轻的热爱电影的这些人涌入的非常迅速，包括老一辈对年轻孩子们的这种扶持的计划，或者一些大师课，类似这种的，让年轻人迅速的成长，也是当下行业需要共同去完成的一个使命吧。有没有觉得有一些诟病的存在？整个的演艺圈，我觉得可能这2年的文艺评论会比较复杂吧，好像现在挺多很叵测的言论，有居心的，对，他们会慢慢的占一部分大家的关注力。你也会看这些，大家对你的评价？会，我觉得其实这2年，这样的评论对行业前线的创作者其实多少有一点伤害，有意的批评评论，批到点儿上的
真的站在创作者角度思考的这样的评论，其实是有助于推动产业进步的。但是有一些恶意攻击其实是阻碍进步的，就已经超出艺术价值评论之外的那样的部分，我觉得希望能少一些吧。你受邀演唱了电影《只此青绿》的片尾曲。对。养蚕女织卷网，丝丝在心上，才使者造悬梁。我情侣悠长，纸墨人迎飞雪。你认为应该如何向世界展示好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我觉得传统文化它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对文艺创作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宝库。传统文化的不仅是那些外在的美，尤其是它里面的思想内涵、人文关怀啊，这些艺术理念，它都是得到时间的考验，沉淀到现在，它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的美。这些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你是从四字弟弟到了易烊千玺，大家觉得你的这个成长和成功的道路上，4个字来形容，你知道什么字吗？4个字来形容，你觉得是什么？四字弟弟是一个词，闷声不响。闷声不响。你觉得他们形容的对吗？我喜欢他。对，我以前做过一个联名，然后联名的主题就是闷得密，自己闷着头干事儿，这个是我喜欢的状态，是你骨子里的。对，自己的道路上自己去生根。对，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很严格。我生活里其实挺随意的，甚至有点邋遢，但是一进工作里，我的确就是整个人就很沉、很认真、很专注。生活当中的千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很慢，很温热，就不太网络用语嘛，就很淡。对，就是不是特别活力四射。在你们那一代人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个词，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有吧？你会这么说自己吗？也会啊，也会啊。我觉得人其实都处在自己一个经验的最高峰的时候，每个当下其实都是，人生经验的总和。在这个时候，总会觉得自己遇到的事情是最多的，然后也是自己最笃定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也很容易自负。容易自负。对。你有过这个情况吗？也有。到什么程度？就是相信自己都能做得好，就是觉得都能做得对。感觉你挺有忧患意识的。我觉得艺术创作者时不时的自卑和自负都是必要的。自卑在你的骨子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吧？也有啊，我觉得敏感的人、细腻的人都有极端的情况，反而如果这些部分没有的话，艺术创作会少很多活力。作为公众人物而言，如何来处理跟粉丝之间的关系？说我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像隔空的同桌，互相理解、互相成长、互相追赶。他们会看到我一些比较难迈步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然后也会看到我有一些小成就的时候选择怎么沉下来。我觉得这些都会多多少少的影响到喜欢我的人，他们也会在跟随我的时候学会怎么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其实这些是有益的，反而因为一些偏见、矛盾，那些做出比较极端的行为，这个是不提倡的。你有什么想对喜欢你的粉丝说吗？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同时，能够学会怎么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更好的充实自己，更好的学习工作，在这些日常中去学会爱自己。
这10年的变化，你分成了前5年和后5年，未来10年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打算？我对未来可能不太有想象力，可能重心还是在戏剧上面。我一直挺喜欢试一些新奇的东西，反正艺术都是相通的嘛。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千玺留下这10年来你的寄语：致广大而尽精微。谢谢千玺。